敌人出现在了后院，还是盟友亲自开的门？美国后院破防了，地位不保。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文 Talk。在近日巴西总统的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指出，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来解决乌克兰冲突。阿莫林明确表示巴西没有义务听美国的所有意见。尽管巴西对美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巴西有义务在国家事务中去遵循美国的利益。美国本以为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巴西身为自己的后院国家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不料会遭到巴西的直接回怼。不仅如此阿马林还同时又重申了俄罗斯的重要性，声称俄罗斯是巴西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这一时之间让美国感觉到不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很有可能是他后院地位不保的危险信号。值得一提在这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巴西首都，这是他访问拉丁美洲4国的第一站。随后，他还会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进行访问。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外长首次成功访问巴西，会谈巴西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合作以及俄乌冲突等相关议题。面对巴西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俄罗斯表示了感谢。事实上这都不用说，美国都很清楚这其中的分量。对美国来说这就是敌人出现在了他的后院，还是巴西这个盟友亲自开的门呢？这一下美国真的坐不住了，以至于当天白宫就对巴西进行了指责。在记者会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科比批判巴西如同鹦鹉学舌般模仿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美国很显然不愿意巴西与俄罗斯交好，美国一直以来可都把拉美看作是自家后院。尽管巴西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好，但再不好，美国他是也不愿意俄罗斯向这里伸手。只是似乎不管美国怎么做，都已经无法阻止当前的局面恶化发展了。拉夫罗夫此次拉美之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不仅是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也是热情地欢迎了俄罗斯外长访问。在访问委内瑞拉期间俄罗斯还与委内瑞拉就金融、贸易、能源、海洋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未来将会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明知道美国把拉美视为后院，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还热烈欢迎俄罗斯外长，可以说这反映出拉美国家不再像以前那般对美国存在着高度的忌惮了。究其原因，只能怪美国自己。多年来，美国对拉美地区国家的欺压和压迫早就让这些拉美国家不满了，怒火中烧拉夫罗夫来绕了一圈，只不过是让这本就已经烧起来的火烧得更旺罢了。退一步来说即便去的不是俄罗斯外长，是其他国家的外长，拉美国家也会站出来反对美国。被打压了这么多年，拉美国家也是忍到头了。现在巴西起了个头，想来苦美已久的拉美国家今后会越来越多的站出来与美国唱反调。不得不说美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了。现在拉美后院也起火了，那美国的日子只怕是更难过。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